Agent 创世纪为您讲解前脑岛高频伽马活动如何主导价值决策。这项研究聚焦价值选择，核心问题很直接，决定是随机波动还是由脑内状态在主导。研究团队来自格勒诺布尔大学等机构。文献标题指向闭环读出，重点脑区是前脑岛。研究关注它的高频伽马活动。图中2个脑区标记提示了分析焦点，整套工作属于科研视觉摘要。传统模型把决策看成理性算计，它主要依据客观选项特征，随后再计算价值效用。内部生理波动常被当作噪音。这个视角假定大脑状态不参与选择。本文提出了不同判断。内源性大脑底噪可能在刺激前就偏置决策，这里的关键指标是高频宽带伽马活动。以往研究多停留在事后相关。这项实验采用立体定向脑电图，研究者在颅内直接记录神经信号，重点锁定前脑岛和腹内侧前额叶。前脑岛样本来自7名患者，腹内侧前额叶来自8名患者。全部受试者共12名，均为药物难治性癫痫，平均年龄34.3岁，女性5名。行为测试嵌入临床监测间隙完成。实验先做离线主观评分。受试者要评估240个假设场景，每个场景只看单独效用，正面收益和负面代价都被量化。随后据此生成个性化两难试次，超过70%试次贴近无差异点。这里决策最难，也最容易显现偏执。最终刺激时机由实时脑状态决定。闭环引擎先实时读取宽带伽马活动，它关注的是70到150赫兹频段，每30毫秒就提取一次神经信号。系统再用双重绝对中位差更新阈值，这个方法能压住非平稳噪音。信号触及 UP 阈值时立刻判定为高状态，触及 DOPN 阈值时就判定为低状态，随后试次马上弹出，刺激时机随脑状态改变。前脑岛高底噪时，受试者更常接受妥协。UP 状态下接受率约4%，DOPN 状态下接受率约3%，两组之间差异显著，个体趋势也一致下降，说明不是少数异常样本。相反，脑状态本身在改写选择，它直接提高了对负面条件的容忍度。遇刺激阶段，前脑岛 BGA 先异常升高，刺激一出现，信号反而明显下探。这个反转被称为跷跷板效应，它说明高底噪不是背景杂音，相反，它会压低后续神经反应。数据里 UP 状态下抑制最强， DORN 状态变化则更小。这样的物理压抑可能就是行为偏移的起点。前脑岛底噪抬高时，后续反应反而被压低。流程图把这条链路拆成4步，先是刺激前 AINS 极度活跃，接着刺激后电生理响应明显削弱，随后负面选项的内部表征变弱。前脑岛沉默时，损失敏感度也下降，最终妥协接受率上升，说明厌恶信息被削弱，便会改写决策权重。腹内侧前额叶也出现了闭环抑制。刺激前 UP 和 DORN 状态本来就有差别，刺激后两种状态都被明显压低，可行为接受率几乎没有变化。UP 和 DORN 都维持在约4%，这里没有出现显著差异标记，说明同样的电生理波动并不必然改写选择。它提示效应具有脑区特异性。对比表显示 AINS 更像厌恶与损失中枢， VMPFC 则更偏向奖赏与潜在收益，两处都能被闭环调控并出现刺激后抑制。可只有 AINS 真的改变了选择，它让妥协接受率显著升高， VMPFC 的接受率却几乎不变。镶嵌图也表明 AINS 的差值明显更大，因而真正主导厌恶妥协的是前脑岛。决策不只是客观价值的加总，它还乘上瞬时内在状态。这里把大脑底噪抬升到计算变量，随机自发活动，不再只是噪声，它被视为塑造行为变异的机制。难度最高时，理性判断也会偏转，最终结果常向顺应了瞬时涨落。由此看，底噪也许是内部参考点。临床转化价值首先指向决策受损疾病。研究认为，这些发现为闭环神经调控打开了新治疗窗口。核心思路是识别异常内部状态，再用毫秒级靶向干预及时介入强迫症，可监测并阻断病理性自发波动，这样能从物理层面打断强迫性决策循环。成瘾则要捕捉渴求波峰，提前削弱复发冲动。抑郁更关注厌恶脑区的异常活跃。这项工作把前脑岛高频活动和价值决策连起来了。证据来自闭环颅内记录，
信号在试次前被实时读取。结果说明，大脑底噪并非纯噪声，它会在无差异点附近悄悄推高妥协概率。这里的因果效应依赖毫秒级触发。它也提示脑区作用很有特异性。VMPFC 有物理波动，却没有行为改变。真正可转化的是闭环识别异常状态。下一步应关注独立复现和临床靶向干预。